观之道为实者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挚友小观，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。对于现代人来说，没用的东西都秉持着切掉原则，包括各式各样的乳腺增生切、卵巢囊肿切、胆结石切，反正是无所不能切。那么切了以后落下的结果是什么呢？不全了，你丧失了解决物质的基础，就会影响到你心里的一些功能。小观想说，如果你想保证自己的身心健康，最好什么都不要切。接下来我们就围绕生命的质来说一说，也就是说怎么活出个人样来，活出精彩来。这个质大家其实是涉及到了做人的最根本，对人生的态度和价值观的问题，就看自己怎么看待自己的生命了。感兴趣的观友们，希望能点点订阅和小铃铛关注起来，您的支持是小观最大的动力，感谢大家。首先，小观想问大家，你把你的命排在第几位？很多人得病，他并不是被细菌病毒杀死的，而是心病，是价值观出了问题，由价值观出问题以后，影响到他的生活方式出了问题，也就是说整个方向出了问题。所以这以后一系列的问题就跟着来了。有些人到病重以后，生命快不行了才有所醒悟，有些人至死也不明白。所以第一步，我们先来讨论一下这个价值观的问题。话说我们中医是道家的传承，道家对待生命总结了这么几句话。第一个叫贵生。唐朝有位大的中医学家，同样也是道家，叫孙思邈，他活了100多岁，留下了2部伟大的著作，一本叫《千金药方》，一本叫《千金义方》。他为什么把这书起这个名字呢？他在序言中说，人命至贵，贵比千金。你按古代的钱折合一下，他当时认为，就算自己是个贫贱的下等人，我的命也比千金要重，所以他把这本书定成了这个名字。大家再来看道家的很多著作，吕氏春秋、淮南子里面都有一篇叫贵生篇，像人生的生命是最宝贵的，如果你拿这个最宝贵的东西去换取、去博弈、去拼搏、去换来一些东西的话，他认为不值。那么其他学派或者我们平时接受的传统教育对生命态度是什么样呢？儒家创始人孔子说，渴死不饮盗泉水，饿死不吃嗟来之食。孔子把生命放在第几位？我都快渴死了，那有股泉水，正常人冲上去就喝，孔子不喝。孔子先看他叫啥名，一看写着叫道，不喝，渴死也不喝。所以孔子重视什么？名。生命在孔子眼里重要吗？不重要。比起别人对他的评价、态度和名分来讲，他认为都是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。再看看孟子，孟子说，予我所欲也，熊掌亦我所欲也，二者不可得兼，舍鱼而取熊掌也。下一段话呢，生我所欲也，义我所欲也，二者不可得兼，舍生取义也。生命放第几位？第2位。所以中国人千百年来对儒家这么在意的话，生命对我们来说是不重要的，有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，而且大家会轰轰烈烈地为这个所谓的名、义和利去献身。前段时间还流行和推举过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一首诗，生命诚可贵，爱情价更高，若为自由故，二者皆可抛。他把生命排在第几位就不得而知了。所以看看道家的说教和其他这些说教，我们就知道我们很多命就是在这种思想的鼓动下去造出来的。所以心态如果不端正的话，最后得病那是必然的。那么再反过来说，道家是不是就提倡人去苟且偷生、出卖原则呢？不是，这里也分应急状态和和平状态。当邱少云动一动就会影响到他周围战友的安危时，那他当然就应该选择舍自己，顾全大家。但是我们到了和平年代，不存在非要牺牲我们自己才能顾全单位和大家的时候，
我们为什么要牺牲自己呢？大家再想想，历史上这些故事，越王勾践的故事，孙膑的故事，那些都是受过大磨难，忍受过大的屈辱，才能活出自己生命的质和量的人，这才值得我们去参考，去学习。确定了价值观，我们就要说回养生的问题。切掉阑尾炎、乳腺炎是对还是错？都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，没有身体怎么革命？体现生命，活出质量，最基本的物质条件体现在我们的肉身上，也就是身体的健康全。为什么健康很重要？我们先来看看西方传来的广播体操和我们中国的五禽戏、太极拳、形意拳区别在哪儿？广播体操是让大家去把气血往胳膊腿上引，实在引不动吃兴奋剂，所以西方的活动用的是力，而我们中国人要练的话，首先前提条件就是安静忘我。所以练太极拳、五禽戏、形意拳，第一个要素要什么？就像站桩，看着傻呆呆的跟着树桩子一样在那儿杵着，看似没动，哪儿没动啊？胳膊腿儿没动，哪儿动啊？身躯里面的脏腑在动，虽然也在微微出汗，也在打嗝，也在放屁，哪个更容易做到呢？当然是广播体操，动动手啊，动动脚啊，做个深呼吸呀。后者不容易做到，因为现在人静不下来，现代人就是活着太刻意，太失神。告诉大家，所有违反天地自然之道的事都是不可为的，非要强迫自己去干这种违背自然的事，最后就是自取灭亡。所以我们才说，生命质量首先体现在身体要健要康，其次道家的观点还强调一个要全，把老天赋予你认为没用的那些东西都给切掉了，就不全了。比如说扁桃体，现在孩子一发烧，扁桃体脓肿肿大，然后就切。其实扁桃体是保护心脏的门户，也是保护人的情绪情感的门户。现在很多抑郁症的病因就是小时候把扁桃体切掉了，门户大开，外邪就进来了。还有一个呢，就是所谓的阑尾。阑尾是什么呢？阑尾是古代人茹毛饮血消化吃进去的动物毛发的一个器官，所以它有消化功能，还有免疫功能。现在人吃得干净了，不再吃一些动物的毛发进去，慢慢的小阑尾在退化，但是它还有免疫的功能。但是我们现代人认为它没用就切掉了，等你不全了，你就丧失了解决物质的基础，就会影响到你的心理的一些功能。所以才建议大家想保证自己身心健康，最好不要切。另外一个，不要把自己弄残了。什么叫弄残了？不知道有多少人读过龚自珍写的病没关系。梅树本来按自己的天性去长，我们人为把它扭成这个样那个样，这叫摧残它，违背它的本性做事叫摧残。现在流行所谓什么丰胸啊、隆胸啊、整形啊，所有这些东西都是摧残自己。比如现在女性摧残自己最常见的就是穿高跟鞋。正常人和动物一样，脚后跟着地，五指着地，中间是空的。你看招兵都不招平足的人，因为他跑不起来，路走不长，这是天然的一种生理结构。中医认为脚后跟较肿，它是我们肾气用作发力，伤肾气伤腰，这就是脚后跟不着地。这个肾气藏的是我们的精，是供我们一生繁养我们的力气精气神儿，还有调节我们心情心理的物质基础。如果它老处于一种被架空没着没落的状态，这就是在摧残自己。所以中医强调做人先修身，后来儒家也接受了，他说叫正心诚意修身，然后才能齐家。也就是说，一个身体不健康的人是不好结婚的，因为自己的身体不修好了，就没法处理夫妻的很多肉体关系、情感关系和精神层面上的关系。再然后齐家以后才去什么治国。那么换句话说，如果你弄反了，一下把你推到很高的位置，
那是件好事还是件坏事呢？从个人来看是好事，当了这么个大官，管那么多人，从道家的观点看，你没那金刚钻揽了瓷器，活你要倒霉的，而且要倒大霉。因为登得越高，摔得越惨。最近的一个例子，有个总统卢某某，混到总统了，治国了吧，够成功了吧，前呼后拥的3军仪仗队，多风光多体面，最后结局怎么样？自杀了。再来看一下他的遗书，他为什么自杀？说是家没起好，跟老婆的关系处得非常难，他自己哀叹自己的身体，眼睛也看不清东西了，病痛折磨得很难受，生不如死，最后就一死了之。所以呢，自身没修好，家也没起好就出来混，混到治国了，早晚要坏事的。所以大家不管现在从事什么样的工作，调整好自己的身心健康关系很大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。如果您有不同的想法，欢迎在评论区与大家一起讨论。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。